我是不是该理发了？不用，真好看。但是这有点乱，我要给我理整齐一点。不乱。那我是不是该喷发胶了？不有发蜡吗？别喷发胶，发胶最 low，发蜡不 low。福子不就是给我弄的那个发胶？所以咱整的 low 啊。弄完之后感觉头发变得现在都没活儿，变得特别多。这个辣还是这个辣呀？这个吧，这个有辣椒，这个看着就不辣。这个没辣椒，它上点辣呀？还挺口感蛮好的，挺脆的。脆脆的。小脆儿。吴总。小脆，馋死了。昨晚他也是在吃，那你也吃。加点这个肉末。我加了，这个好吃。北京就这道菜好吃。现在吃的算晚饭吗？还是早饭？刚睡醒的饭。他的早饭，我的中午饭。膝盖怎么受伤了？膝盖磕的。我们家也吃卷饼，不吃烧土豆丝，都吃拌土豆丝，就是炝拌土豆丝。炝拌，那是炒好之后晾凉。不是，不炒。那也好吃，凉土豆丝也好吃。用热水焯一下。那就是凉拌土豆丝。那也好吃。你们吃吗？我们不吃卷饼。不是，你们吃炝拌土豆丝吗？凉拌。会吃，但是饭店会吃，我家里不会吃。家里吃的凉拌菜都是白菜。家里就吃烩菜吗？不是，就吃烩。网上我今天还真刷到烩菜了。烩菜就是大锅菜嘛，对，啥都有。对，也不是啥都有，就白菜、五花肉和粉条，最主要的3个是这个。我们那凉拌菜是会凉拌白菜、黄瓜这种。这是午饭还是下午茶？这个是正餐。干煸豆角是四川菜吧？这是川菜吧？点头干嘛？你觉得特别好吃？就是吃这些东西有胃口。你让我再吃那种什么菜什么的就没胃口，麻辣烫啥都没胃口。膝盖上怎么这么多伤疤？被龟腿板上摔的。以后我们要是搬的离市区远的话，就天天自己做饭，自己拌凉菜吃。
们家拌的那个白菜丝特别好吃，我得当时跟我妈学学。天怎么这么早？我们就想啥时候播啥时候播。喝冰水好爽啊！你在一起好幸福啊！你觉得喝冰水爽吗？就跟你在一起吧，就是很轻松，就在你面前不用那个，不用装，然后装什么？是装老公啊、爸爸呀那种。跟你在一起就是就觉得是平辈儿，不用那么大精神压力。这辣白菜好吃吗？我没吃呢。不好吃。不吃了。行了，不想吃了。不想吃了？嗯。哎呀，没有米饭。米饭你吃。他们两个好像有夫妇脸，哪里像啊？土豆回归零的本性，那是零的本性吗？你也有，我依然是个一。冰箱里还有饺子呢。还有几袋啊？2盒。2盒啊。老婆，你的我吃了啊。嗯。还有碗米饭你也吃了。嗯。哇，你这么能吃啊？放屁！你他妈中午吃了一顿，你现在有什么？你1碗米饭加这么多饼。我没吃那1碗米饭呢。你平常都吃2碗米，哪个是1？这个它是1。谁的膝盖有伤，谁就是，跟这有啥关系啊？膝盖有伤是咋的？谁就是1，谁的就是0。哦。跟膝盖有伤有啥关系啊？膝盖有伤又不是那个啥跪出来的。0怎么有胡子呢？胡子是男性的第2性征，有胡子不很正常吗？就跟男的喉结是一样的。感谢东方的粉丝灯牌。那你留胡子是因为你觉得胡子爷们儿吗？我留胡子觉得胡子好看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爷们儿，反正是好看。但你其实骨子里不太喜欢没有胡子的人，对吗？就如果说他没有胡子，可能就没那么喜欢。就是你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人长胡子啥样和不长胡子啥样，然后对比出来觉得哪个更好看，我就会更喜欢哪样。那你有喜欢过没胡子的人吗？没胡子的，我上大学那会儿对象就没胡子。那个也有点儿，我看你没有有一点儿。那好像没有喜欢过没胡子的。喜欢你的时候就没胡子，你就没胡子。哪有呢？那时候没喜欢我。你后来就是后来才长出来的你的胡子。拍戏的时候你哪喜欢我呀？就是因为我没胡子，你才没喜欢我。拍戏的时候慢慢喜欢了呀，那开始是没喜欢。
你就是无性恋。谢谢 ADAM and 送的为你闪耀。辣条真咸。这个也是甜条，甜辣条。你不是喜欢吃辣条？啊？你不喜欢吃辣条？不喜欢，我就没吃过辣条，我就自己从来不会买这种东西。你是觉得不好吃，还是 low， 还不健康？可能是因为不健康，哦，所以我就不吃，就是油油的这种。说的辣条啥牌子的？不知道。是随便买的，嗯，随便买的，也不是什么牌子。香菜味儿的。对，二把刀哪里的？我是河南的。过年回家吗？应该会回家。膝盖怎么了？膝盖就是贵的。摩擦的，就摩擦成的。米饭吃的挺好的。我一个东北人对米饭的执着。你俩出柜了吗？他出柜了，我是半出柜。嗯。咋这么多人呢？200个了。啊？都200个观众了。成都的，对。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是那个抖音上认识的。想想就好疼啊！那天下雨了，然后骑电动车骑太快，就摔成这个样子了。到了快吃一会儿凉了，我不吃了，我饱了。他下午吃过了。对，我下午吃过了。你们视频不就全出柜了？没人看的。成都环境好还是北京环境好？什么？都不好，环境。成都和北京环境哪儿好？我们不是成都的。都不好，成都冷，北京的也是冷。成都没太阳，对，成都没太阳。我不喜欢这种，我喜欢这种是亮亮的，但是不要太热就行。大理今天又就是那个云南今天又爆出一例那什么那个打人事件。是为啥打人呢？就一个北京博主，然后在大理被别人打了。博主被打了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莫名其妙闯到人家里。找事儿吗？这不是？不回深圳了，会回惠州，惠州离深圳也很近，想去的话开车1个小时就到了。回深圳干嘛呀？又没有房子了。对，回深圳也没啥，我们也不爱玩儿，就是我们也不交朋友。我操，500个人了。啊？500个人了。他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这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你是人品差。放屁吧！你人品好到哪里去？我觉得这种挺好的，就是没什么朋友，然后就拿自己的室友当好朋友。你那个陪嫁丫鬟哪来的陪嫁丫鬟？谢谢寿司的捏捏小脸儿。朋友多了就会有问题。不是朋友多了路好走吗？
路好走不是因为朋友多了，是贵人多了。我要是朋友多的话，就是咱俩在一起也不会天天被人骚扰的。你要是朋友多了，咱俩都不会在一起。朋友就是埋汰死我。他们埋汰你呗，又不会影响到我。肯定会影响到啊。那你拍戏的时候别别愣愣干嘛呀？我别愣愣本来就因为我社恐。拉倒。朋友不在多，在真心。好看的人多了就会是非多。你多大发现自己取向的？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发现的，所以从小其实就有一些预兆，但是自己没有发觉是这样。我很好奇你俩谁追的谁？严格意义上来说，没有谁追谁吧。他勾引我。对，就是互相吸引。他吸引我。他勾引我。他没事就是制造一些小暧昧。看帅哥比美女反应大，你们认为的帅哥，我们并不觉得好看。我觉得翟子路好看啊。翟子路是个小鲜肉。演什么的？没有演过太出名的东西。哦。谁先告白的呀？谁先告白就是我问他的，我说那你咋想的呀？他说，没咋想的。我说那你为什么？然后他说，因为喜欢啊之类的，好像是吧？忘了。啥呀？我说那你是不是有好感啊之类的？他说，那肯定有啊之类的。你说哪一次啊？看来你不是真心的了，你都记不住了。你记性那么好，我记性本来就不好。我记性还不好。是拍完最后一场戏的时候，图图爱上了叨叨。没有，不是。拍完最后一场戏，我也没爱上他。只是会那个时候只是会觉得说他走了，然后满屋子都是他。你是后知后觉。对。他其实心里早就有我了，只是自己没有发现。没有。那就是后知后觉。没有，别，没有。你俩在家干脆写个短剧，俩人一起拍一拍。你们没有看我们的短剧吗？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短剧啊，我们短剧也上了。拍戏的时候，图图可烦叨叨了，他拍戏不配合。哎，你们不要听那个乱说啊。就是烦呐。烦你天天搁直播间里夸我。那不是营销吗？放屁！你是因为看见我在直播间里，所以你疯狂夸我。那你都知道啊，我这个人就是有手段。恨不得今天就是周四，哎，我们片子那2集还没开始剪呢。今天会剪吧？现在都周日了。对。一般我们是周一是给他们回套，然后就发回来就做那个声音了。真好吃。东西好能吃啊。配米饭好吃。好能吃啊！那饼不好吃是吧？饼一般，饼有点咸，就是你就是爱吃米饭。我觉得米饭甜甜的。
图图今天饭量真大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他吃米饭都吃的很多，他一般吃饭，他吃菜吃的少，但是吃米饭吃的很多。他吃米饭一般都吃2碗。那你有想过你要找一个好朋友吗？好朋友，我以前有想交朋友啊，后来你都觉得人家 low 啊，就不让我跟人家，就是我的所有的朋友。那也不在一个城市啊。不在一个朋友城市，那网上平常聊聊天啊。那你可以聊啊，我又没阻碍你聊天。那我跟人家聊天，你就觉得我就对人家有意思？没有啊。行。我手机嘞，在这儿呢。网上聊的又不算是朋友，那算网友吧。那现在大家交朋友方式不都是从网上交吗？不是啊，那就不算朋友吧。谁说的？怎么了？加了几个屏蔽词。加什么了？林心如。啊。给我加上百条。有人说百条吗？没有。没有见过就。自古红蓝出 CP， 我这个是粉色也算红色吗？这么早吃晚饭，这不是那个晚饭，我们吃饭都没有定点的。张百强在哪儿呢？我们昨天晚上看片子看到几点？4、5点吧。啊。那你是几点睡的？我6点。那也没晚多久。我每天晚上看片子。昨天看了一个名著。叨叨喜欢电影《末地》吗？还行吧，就看着反正觉得挺感人的。他觉得她是那个女的。人家是主角，当然会带入进去了。那你算了。膝盖怎么回事？膝盖是那个摔的，骑车的摔的。你们想得到什么样的答案呢？看什么片？看什么片子？我们看一些比较出名的片子。我昨天做梦梦见那个女人的呻吟声，你是不是看相关的片子了？没有啊。那可能是我单纯的做梦。我放的是《火影忍者》睡的觉。哦。哎，那中间是谁给你关的屏幕啊？我嫌太吵了。嫌太吵了，你把自己吵醒了是不是？我说我昨天好像没有给你关拍。可能是小樱出场了吧，烦死了。你听日语，你能听出来小樱出场了？怎样才能看到图图拍的短剧？去那个 B 站搜百里屠夫绿豆就可以看到。我们是每周4的晚上8点更新。
你拍这个片儿有工资吗？倒没有，我们的演员都是友情出演的。我让他们火，然后我还得给他们工资。除了黑刺猬，貌似记得图图还给你写了另一首歌，啥时候上线？风筝啊，风筝和那个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这首歌还没放出来，风筝是已经上线了，风筝在音乐平台你们搜都可以搜到，就是大部分的音乐平台。QQ 音乐有，酷狗没有，那就去 QQ 音乐听嘛。然后你把筷子拿过来。我来。蓝衣粉铃，你们怎么看出来的？我很好奇，我要烟牌。跟着我走后期会上线 QQ 音乐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收费的。那个哦，图图说那个是可能不会，可能会放在那个付费专辑里。没喝饱呢。再给你拿一瓶，还有呢。啊。两个人喝一个水，那个什么关系不用说了。但是跟着我走这首歌应该会在剧里边放出来，当成背景音乐。你们别在那块瞎猜了，你不觉得我俩长得像吗？我俩有血缘关系，老儿子。一边去。老儿子，你少喝点。你们住在一起吗？住在一起吗？偶尔吧。有的时候他那个就是放假了，然后就跟我一起出；不放假他就上学去。你滚一边去行不行？我们是双胞胎，我们是，还有血缘关系，我们。哎，你头发长了，咱俩是有点像。像在，你头发又不长啊。就是你没有那么点了，就柔和了，就是你头发长了就柔和了。为什么没这么点？那大家一眼都能看得出来。就是你知道，就是短发络腮胡，就是大家一定觉得说很奇怪，但是你要长一点络腮胡就没有那么点，然后那么就是gay了，就是你现在长一点好看，柔和。那我觉得我短了也好看。你长好看。长了头发显得有点乱，但是要给它理齐一点就还好。疼不疼啊？你们自己试试啊。啥疼不疼啊？我哪知道？
挺开心的，反正就是。膝盖咋？膝盖摔了，都摔了好久了，应该都好了，就是还泛红。短发习惯长一点就觉得差是，长一点是就会觉得，就反正就看着有点就显得头大，主要是。两个烂同性恋，你希望你的后代都是同性恋，好不好？你35岁应该也没有后代。膝盖怎么了？膝盖那个摩擦成这个样子了。就是被什么非常大的力给你推的摩擦的，就擦成这个样子。那就祝这个和光同尘吗？同庆。和光同尘。和光同尘，祝你早生贵子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好不好？和光同尘是那个云南的。你这么说，他不要后代了，他能要得上后代吗？就他长那个样子。普洱的。谁先谁后，分那个情况。王优是谁呀？别搁那搁刷，给他禁言了。我来不及。傻逼吧这。那刷呗。你俩亲一个刷跑车不用，我们生活当中有跑车。装逼了我。咱啥时候能有个跑车呀？跑车那你想买不就是随便可以买吗？你又吹牛逼。你跑车才多少钱啊？啊？我说他们刷的跑车才多少钱啊？两个为什么都是圆脸络腮胡啊？我不是络腮胡啊。你先去治治眼睛。我这啥是络腮胡啊？我这是络腮胡。人气好高啊！这只是我们随随便便一场直播的人气。这是有点像哎，我终于觉得咱俩有点像。哪个地方？眼睛。就是你眼睛不要睁那么大的话，咱俩有点像。我眼睛平常也睁得不大吧？对。兜得住吗？兜不住你来接好不好？不喜欢也不诋毁，做好自己就行。是的。为啥弯的都一样啊？弯的还有就是不一样的，弯的还有那种就是长头发的，还有瘦高的，不一样的有不一样的。你们是不是熊最好找的？我们俩确实是，很多人的那个梦中情熊。别吹了。不理解但尊重，谢谢你，胖圆儿。胖圆儿这个名字也挺 gay 的。蓝衣粉零，你们怎么看出来的呀？就是因为这个颜色吗？衣服颜色吗？那我要穿个黑的，是不是我就变成一了？过年带回家见父母什么邻居？我平时我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亲戚啊，然后没有什么就是太多的什么邻居啊。我平时
就算是比较独立冷漠的一个人，我不喜欢维系这种关系，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亲戚啥也帮不上你，然后就在那块儿点评你，我特别烦这种就是所谓的亲戚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亲戚的联系也很少，就过年的时候会去走一下。我恨不得我主动的去断了这个联系，因为我不想，就是我小的时候就会被亲戚所谓的亲戚就是会讲来讲去的，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你看你讲我们不太好的话，那我们需要你帮忙的时候，他们就往后退了。就是我就觉得什么狗东西啊都。就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维系这种，不是说这帮亲属是狗东西，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狗东西的这种关系。为什么要维系这种关系？大家合不来就不维系就好了。你们喜不喜欢女的？我们不排斥女的，不理解但尊重。你俩有老人味吗？你来闻闻吧。我们正好缺一个这个舔脚壁。舔脚壁，那你得长得好看才能舔我们啊。但是现在舔脚壁都戴一个黑面罩。行，不要让我们看到你的脸就行，怕被恶心吐了。有养狗吗？有。我喜欢养狗。对，他有一只狗。就是两个男同性恋，其实我觉得很容易养小动物，也可能养大动物，就是猫啊、狗啊，特别是我觉得男同性恋很喜欢养大狗，你有没有发现？大狗。大狗我也可以养，但是我觉得拉布拉多不够好看，我喜欢那种好看的狗。养那种小柴犬我也觉得可爱，但是你不喜欢。柴犬比较奸诈。你这是刻板印象，你从小教就好了，我觉得。二宝的膝盖咋有红印子？摔的，就是那个非常大力的在某种那个介质上摩擦，就是摩擦成这个样子了。亲戚只是父母带来的，你的朋友关系，是的，我是这么觉得。对，不理解但尊重，谢谢你，雷坎特。西高地好看，西高地很难打理，它太白了，太干净了，很难打理。已婚绿帽有吗？没有。这有点踢出去，这有点吓人。咱们异性恋就是玩的这么大，这是他们的日常而已。谢谢熊猫然然送的什么？对，送的是南灯牌。其实我是会觉得说没有什么所谓的同性恋或者异性恋，就是你的直觉，或者说你处的环境，然后恰好就决定了这个性别。也不是说人生就一种选择，其实有很多种选择，其实这是一种选择，你不选择也会变。你像我会觉得说，如果说那个时候我要持续的喜欢女生，我跟女生在一起的话，我现在就是会结婚，对，就是会很正常的一个生活。那有人天生就是这样？天生是这样，我觉得就是那个环境影响。我觉得可能是心里也有潜在的，但是如果环境不影响的话，其实你是发现不了的，是你的生活环境让你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就是一个空间，对。嗨，熊熊你好。
胡子浓密不就是雄激素脱发，雄激素高就脱发的吗？脱发一般是遗传，脱发一般是遗传的，就是你如果长辈脱发，你可能会脱发。但是我们家其实没有人长胡子，就是只有我的胡子是这样的。哦，我爸的胡子是上下有，但是他两边没有，不是像这样。你俩亲一个看看，不亲了，平时亲的太多了。亲一下，估计这个直播间人就上千了。北京不是深圳吗？怎么又回北京了？什么玩意儿？主播啊，主播不是在深圳吗？我在深圳是那个时候是做生意，在深圳做生意，然后现在来北京上学。亲一下就被抬了。告别了IP 错误 ，IP 没有错误。其实你们这些异性恋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实际的数字，其实你们的城市，每一个城市都有好多好多的通讯录，包括你们看到的一些明星，你们喜欢的 idol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讯录啊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。就这个通讯录现在在国内已经就是蛮常见的。如果说你接受不了的话，只能说就是你的生活比较窄。你肌肉好大，看真不错。我练了好多年了，我健身健了6年了，6年多了。反正一般女的身边会有通讯录。有个女的穿很性感勾引你们，你们有什么反应？我觉得我会有反应。女的穿的很性感勾引我，我会很心疼她。你好装啊！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吧，就是有一个朋友就带我去那种地方嘛，就是那种 KTV 嘛，然后就有一个穿的特别暴露的一个女的，就是跟我一起，就是她特意给我找了一个女孩，然后就是跟我一起唱歌，啥也没做嘛，就是唱歌，然后她的意思就是说那个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可能，新旧卡约吗？没有。我会觉得说。就是那个时候的剧都是那种特别不容易啊，然后就干这行啊，然后我就，你知道人家都在那块唱歌什么的，我也不会唱歌，我也不会喝酒嘛，我就说，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呀？那如果说你有钱，你还会干这个吗？然后他就跟我大吐口水，我俩在那块聊天儿，然后我心里就觉得说，哎呀。他真的是命不好，如果命好的话，他不会干这行，你知道，就跟人聊起来了。旁边那个蓝色的是啥东西？不告诉你。啥呀？这个呀？这个是颈椎枕。就是那个我脖子有点前倾，然后就是震这个可能会改变那个弧度，没啥用，这个真没啥用，大家不要买。我好像在网站上看过你俩，是在 B 站上看的吧？我们是有那个片子是上了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新片子哦。你们可以把胡子刮掉吗？我可以，他不可以，他会觉得没胡子自己会很奇怪。我前段时间不是刮得很短吗？给你看了，你也觉得不好看。是的。那肯定是换了一个人。那不就得了？我得重新接触。那不就得了？子瑜的长相，你们现在是不是比较吃香？子瑜是谁呀？子瑜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你知道上瘾之后有一个那个剧。然后也是拆鸡蛋的，然后就火了嘛，也是爆火。然后在飞机上，那个就是就是那个粉丝，然后就那个飞机还没停稳，然后就在那块要签名照那种。就子瑜嘛。他会火。
会被喜欢吗？在圈子里？就是通讯录其实分很多种类，就是比如说就是那种你们看到的那个子瑜那种类型，他们就属于精致的，然后就是那种高高瘦的那种，然后就是美高瘦白富美那种啊，就反正都有那种，然后还会有对，然后还会有我们这种就是长相比较就是正常，但是可能留点胡子，然后身材比较就是胖或者壮的，还有那种就是什么呢？还有那种就是就是那种就是戴眼镜的，然后反正什么类型都有。子瑜那种吧，其实它属于特定某一个圈子会喜欢的。你像成都那边或者说北京这边都是，也是就是特别包罗万象，就是反正都有。他子瑜可能怎么说呢？就是可能某一个群体会喜欢。哥们儿，你们和刘亦菲一样好看，谢谢你，吴彦祖。谢谢彦祖。你俩微胖，我都属于很胖了都。当然比我俩胖的更多，就是那个也是一个群体。我俩是情侣吗？不是情侣，我俩是那个家人。我们可以跟你们一起玩吗？我们一般很少跟别人一起玩。琪琪是个男孩。我们也不喜欢交朋友。我喜欢聊骚儿。那你死吧。很光荣吗？没有什么光不光荣，就是正常的在生活。晚上你俩要穿好衣服，是的，会的。2个魅魔，3个人一起过可以吗？不可以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我们就是在抖音上认识的。你们2个会打架吗？不会，没有那么暴力。打架干嘛呀？家暴吗？是。打架怕把他打残了，一不小心没输住劲儿的话。哥，你2个膝盖怎么破的？就是那个非常用力的摩擦，就发生的摩擦就擦破了。就身后有一股很大的力推着你，然后就是跟某种东西发生摩擦就擦破了。我也喜欢一个，但他不喜欢我怎么接，男的。你是男的女的？男的，你喜欢男的，然后那个男的不喜欢你，那很正常啊。这无论这个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，他都有自己喜欢的类型，恰好你就不是他喜欢类型，你就换一个就好了。喝蛋白粉吗？喝的，一般健身的都会喝蛋白粉。你们是做什么工作的？自由职业吗？我们是，就是我是学生，他是那个半途书童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4个月吧。以后会生小孩吗？以后怎么生小孩啊？不会生小孩。90后嘛，我们都是90后。你们可以留长头发吗？多长的长头发算长的？长头发留不了，长头发我懒，
是不行，领养一个，这个不行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中国不能领养吗？哎，中国不能领养？对，可以吧？就是通讯录不能领养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我看过一个官方的解释，也不是官方解释，就是我看过一则那个就是一个博主说过，中国通讯录为什么不能领养？因为怕如果说允许通讯录领养的话，就是2个男的去领养的话，如果说领养的是一个女孩的话，那可能会出问题。为什么会出问题呢？如果但凡就允许通讯录2男的领养女孩的话，那些异性恋就会冒充同性恋去领养女孩。哦，他们说必须超过30岁才可以领养。都不可以，就是通讯录就是不可以领养这种，因为他怕有一些，就是因为但凡有这个苗头，那一些就是装同性恋的人对小孩子实施了侵犯，那犯罪率会很高的。哦。那领养小男孩呢，更不行了，是吧？对呀、猥亵儿童那真的不好啊，对吧？还会对孩子的后天性格产生影响？会吗？还会对孩子后天，我觉得也会有影响，因为孩子其实处于一个算是比较大众的一个环境里边，长大了以后，别人会问说，哎，你妈妈呢之类的，就会觉得很奇怪，孩子可能就会有心理问题，我觉得会有，他就不明白，或者说就是比较压抑啊之类的，会有。天奥他们不都是养了2个小孩了，好像还是3个。你们有和异性结婚生孩子打算吗？没有。是的，我其实也有考虑这个东西，放屁屎粑粑会出来吗？出来给你吃，给你留着好不好？喂你，好不好？想吃了是不是？那你就等着啊。真是个小馋猫，什么都吃只会害了你。不生孩子就觉得活不下去吗？反正我身边有很多人就是，会因为，就是我现在有一些就是有钱的朋友，或者说就是很牛的朋友，他们还会要小孩的主要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家庭，就是他们长辈希望，就是有一个孩子，然后就觉得说以后可能。就是会有人陪伴，就现在的，反正我身边的朋友，包括我妈妈也会希望，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，可能就是你到了40、50岁的时候，可能对爱情没有那么向往的时候，那你有一个孩子能陪伴你，这个孩子不是说要养你老，就是你40岁到50岁的时候，你人生其实算是比较闲的时候，你得有事儿做。就有什么精神支柱，我妈妈其实讲得很明白，就是她觉得就是孩子养老这件事情几乎不可能，就你指孩子养老这种是几乎不可能的，孩子也没有义务去养你老，除非像你这种。我是那个就是可能有点大男子主义，可能会养，但是你就是一般的那种家庭的孩子其实都不会养老，相反的就是现在。去养老院比那个养孩子省钱多了。
养老院人家吃的好，住的好。对呀，我觉得去养老院挺好的。对呀，你去高级的养老院，嗯，那种普通的你别去，普通的容易挨打，对不对？住养老院会有人看，也不一定会有人看，而且就是看你吧，你也会觉得啊，那个你家孩子住的那么好，然后就把你扔这儿了，其实你也会就是心里有落差。但我觉得就是住养老院其实是最省事儿的，你不用帮孩子就是教育他的下一辈，然后也不用给他做饭，也不用看那个就是两个家庭的脸色。你自己在外边儿，你存点钱，你自己想吃啥就吃啥，没有人管着你。要不然你知道，就是老一辈儿啊，特别是就是儿子有儿媳妇这种，或者说就是就是儿子有儿媳妇这种，因为那个家其实女主人是人家儿媳妇，所以你在那吧，就是你做得好，人家会觉得说是我施舍你，然后你必须得打扫卫生，帮我接孩子，然后包括那个收拾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事儿。然后你要做的不好的话，人家会非常反感。就是明明这是自己养大的孩子，但是这好像寄宿在别人家里那种感受。所以老一辈儿，我觉得他们如果有钱的话，他们恨不得早点就是自己有一个房子，或者说住养老院。他确实是就是寄宿在儿子的家里。那凭什么呀？那你他们老一辈儿那是把孩子怎么养都养大的呀？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长大了以后反而是借宿在自己家孩子身上？那是自己家孩子的房子呀。对呀。那肯定是寄宿在他们孩子。那父母养大的那是孩子的房子呀，他也会留给孩子呀。所以就是小孩是小孩，长大之后就不一样了。是，我觉得这现在对老一辈儿就太心寒了，所以就是特别是老一辈儿也有自己的家呀，为什么要去小孩家里住呢？有的老人不给自己留后路啊，你知道吧？有些老人他没长那个心眼儿。那也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我觉得。不是选择，是他们不懂，他们就是以那种传统的那种意识，或者说那种生活方式，然后去，因为他们上一辈可能没有这种问题的，但可能自己的孩子可能出了这个问题，他也没有保留的就都给孩子了，所以这很可悲，你知道吗？那小孩的观念跟老人又不一样。什么小孩啊？就是孩子的观念跟老人是不一样的。反正你知道我妈就是那种，就是她可以帮那个我哥管孩子，但是她希望这孩子放在我妈自己的家里，不希望在我哥家帮我哥管孩子。你能懂不？那你妈现在也没跟你哥处一起啊？他们之前是想住，就是我哥是想让我妈住在跟我哥住在一起，然后帮我哥管孩子嘛。住在他家里啊？但是我妈跟我嫂子可能处不来，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我哥和我嫂子都上班，没有人管孩子，然后。我妈我哥就希望我妈继续帮他管孩子，但是我妈又不喜欢去，所以就说那就不管啊，那孩子你妈又没有义务去管他。但我妈心疼她自己的孩子呀，我妈就是会觉得我哥不容易啊之类的。你要劝劝你妈妈。劝不了。都已经是隔代了。就劝不了啊。他就是，而且你哥都那么大。我妈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是不管了，但是清醒了，就是没事儿了以后还是会这样。那就是割舍不了啊。老一辈就是这样。对。人变少了，90多个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
妈多想有自己的房子呀。他这么大年纪了，他老家有房子吗？没有，他们也是一辈子没有房子，后来我给他们买的。哦。也严格意义上也不算是我给他们买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我家3个孩子，然后每个孩子，就是我爸爸我妈妈的态度就是每个孩子要给20万嘛。啊。然后我哥可能花的多点儿，但是就是我姐可能花的也多点儿，到我这儿也没啥钱。然后我那个时候要给我爸买房，要给我爸妈买房子，然后我爸妈就正好那个时候要把那个准备的20万给我，我说那行给我吧，然后我就正好给你们那个买房子用，就这样我就给他们买了个房子。那现在这个别墅不就相当于你妈妈的房子了？不算啊，我之前给他们买的是那个高层，买了一个100多万的高层。后来卖了？卖了呀。那这个别墅现在不相当于是你妈妈的房子了，因为你也不会去住嘛。相当于我的呀。那你又不会去住，我们回惠州也是在别的地方住，那别墅相当于就是你妈妈住的。是啊，他每天住的挺开心的呀，他可以养鸡。嗯。那就相当于你妈妈的房子了，那个。到啥时候还是得有个别墅，知道吧？那人家一辈子没别墅的人不活了。就是别墅才是房子，就是你鸽子，你那个高层不就是鸽子笼吗？那我们老家那种宅基地不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房子吗？对呀。其实还是要有独立的那种，就是上面没有邻居，然后没有任何的什么灾，就是比如说火灾来了你不怕这种，就是跑不出来那种。我觉得别墅还是好。我爸现在把我们家的本来应该属于我的宅基地都给霍霍没了，都给卖掉了。就你们老家也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发展。那不会有太大发展，那也是属于自己的家呀，那一块地也是。你的命都是父母给的，就不要想这些东西了。父母那辈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，他们要是自己过不好的话，那也没办法呀。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父母，不能要求太多。但我就觉得我爸爸妈妈就是传统的那种，就是父母就觉得说我赶紧完成任务，我要给3个孩子每个人20万，就然后他们我爸爸就属于那么累，就是把自己累出一身问题的那种人，到最后也没想着。但是相反的，我有一些亲戚。就是他们就是不管下一代，然后甚至下一代过起来以后还就是找下一代就是吸血他们。有好多这种家庭。你俩紧张吗？为什么紧张？你俩有什么娱乐项目吗？娱乐项目没有，因为就是过了那个年纪了。本身也不喜欢喝酒，也不喜欢出去交朋友，没有太多娱乐活。唯一的娱乐项目就是那个。是你那个？是你？你不开心是吧？我还好。那我网上买个杯子得了，以后也不用你了。这帮键盘侠心理素质得有多强大？我习惯了，我都做自媒体都10年了。你？我都10年了。你10年你也没习惯，你该生气还是生气？肯定会生气啊！就是我对那种造谣，我真的是无语住了。谢黄昏晚送的粉丝团灯牌。哎呦。可不吗？
老婆，咱们下播吧。行。下播，然后睡一会儿，然后晚上就剪片子。啊？谁睡？你睡？嗯。你又困了。行行，那我我们下播了，我们都到下次直播的时候再见，拜拜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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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